打詐也跟境外敵對勢力掛鈎，我有沒有聽錯？受境外敵對勢力影響國家安全。很久沒看到這麼得意的笑了。我们是反詐聖戰士。好，為了做到反詐，我可以犧牲所有的人。你可以覺得我是錯的，你可以覺得我這些論述很偏激，沒有，我是對的。所有反對我的人都要死，這叫什麼意思？哇，他這個有大鷹派是不會忍讓的潛質哦。把這種東西用在好的面向，就像棒伯一樣，激勵員工來努力；如果把它用在壞的，就像八炯一樣，到處獵殺。我正告你們這些支持者，我大鷹派不會容讓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好棒棒是一個 YouTuber， 一個網紅，本名叫黃許杰，1993年生哦，目前32歲，訂閱呢有150萬。他長期關注這個反詐騙，所以呢，他最近出了一支反詐騙的總結的影片，那效果非常好。其實他過去啊做了很多這種反詐騙的一個部分啊，揭開真相之類的。那他最新的一支呢，就是在說明他最近這一年他在做什麼打詐哈。那你看他在民國114年3月26號，也就是在去年的3月的時候，將近1年的時間，他也成立了一個打詐協會，因為他打詐是越打越有興趣，而且他有一個特點是他的受眾年輕人非常的多。那我們都知道台灣的詐騙是非常非常嚴重了，僅就目前為止啊，雖然這個打詐儀表板也被人家認為說有詐騙的嫌疑的哈，這個打詐儀表板呢，目前看起來啊，就是一天呢還是有將近3億的這個詐騙。你看哦，5月8號。當天有2.8億的財損，非常誇張哦。台灣的詐騙基本上是以億做一個單位在計算的哦。不過現在政府的宣傳是什麼呢？整個詐騙呢有所減緩，比如受理數減少33%，財損下降49%，呈現雙雙下降。總統在剛剛致辭的時候呢，是不……等一下，他好得意哦，哇，得意的笑出現了。更讓人擔憂的是，有部分幫派受境外敵對勢力影響到國家安全。哇，他把打詐跟境外敵對勢力掛鈎哎！我操，打詐都可以扯阿共仔陰謀是怎樣啊？太誇張了吧？那事實上呢，打詐有成效是他幫的忙嗎？先來看一下，很多人說啊，因為最近呢，老共啊加強掃蕩。2024年1月30號，白所成、白義昌被緬甸警方移交給中國警方，白應男人在逃，大家記得嗎？2025年開始，中國大陸呢，針對白家犯罪集團開始加強宣導他們的罪行，並且開始進行審判，所以是不是跟這有關係呢？這個我們可以觀察一下。但是呢，有沒有其他人在努力呢？有哦 ，Bump 呢就這次他就出了一支影片，專門在講這件事情。其實我一直有成立一個反詐協會，而且已經成立了一段時間了。那每個月呢，為了這個協會的運營，我個人支出大概就燒50萬到100萬。首先呢，我們協會一直在推行的，就是我從好幾年前就在推行的東西，叫做校園反詐。這個他是真的做蠻久的啦。他一直都想要去校園進行宣導這個反正因為他是先從救人開始，然後他發現救的很多人都是學生，然後很多學生就傻傻的，然後尤其是很多人呢，要麼被騙裸照啦，要麼反正就從一個點開始，然後逐步就淪陷下去這樣。學生聽就覺得好像脫口秀一樣，就覺得哇這些手法好可怕，他可能就會記住了。你沒有協會是不行，所以我們協會就請了一個反詐的推廣者，每天standby在那邊打電話給學校去聯絡我們怎麼去舉辦這個校園反詐。所以很多人是不願意，你看哦，沒興趣，習慣自行宣導，傾向政府單位，所以很多學校它依然是傾向跟政府單位來合作，然後或者是呢透過警局來宣導這樣子。為什麼拒絕？不是我們出錢嗎？不是我們幫他辦嗎？对，我們也沒有說要邀功什麼免費提供，也不是找網紅講，是找老師講。但是很多學校他是拒絕，你知道不關心學生嗎？肯定也不是，因為學校不會知道學生正在遭遇多危險的情況，因為學生怕。我跟爸媽講，爸媽打我一頓；我跟老師講，老師打電話給我爸媽，我回家再被我爸媽打一頓。現在我們找的是一個網紅老師，他是在學校有教課，他是有教師資格證，他也是補教業很知名的老師，李翔老師。他講話學生愛聽。說我們拍個 YouTube 的影片，我們剪輯的精華，讓學生好像有點乏味，我馬上又有一個影片又容易抓住學生的眼球，用漫畫去拆解詐騙的每一個步驟，漫畫又弄得比較逗趣一點。我覺得有一點我蠻佩服 Bump 的，他做這個協會，他不是把自己推到第一線去接受那個鎂光燈的焦點，而是他是真的把它弄出一個系統化。你看他還找別的老師來帶，而且是有教師證的，因為這個有教師證也會讓學校比較容易接受，學校也會覺得說這個老師是比較安全的。超過30%到40%是學生，還有社會新鮮人，被騙裸照的也有超過30%的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好，這個知道沒有？所以台灣現在最大問題是什麼？詐騙幼齡化。台灣現在詐騙問題呢，因為整個詐騙集團知道年輕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你拿來吸收作為詐騙集團車手，他們的罪責很輕，或幾乎沒什麼罪責。所以詐騙幼齡化，再加上呢，這個年輕人相對來講好聳動。你不要以為只有少男少女會被詐騙只是說未成年的少男少女被詐騙更好操控。我跟大家講為什麼詐騙集團這麼厲害？他們那個是經過了千錘百煉，不管是實戰或者是理論，他們甚至會去找那些心理學的老師啊，用各種的教材啊，各種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講啊，這個詐騙的事情，這個是國家的癌症。我非常支持 Bump， 你看他是用個很快樂的心情在做這件事情，他是用個樂在其中的心情在做這件事情的。他說他做這個反詐恐怖分子，意思是說他要非常的激進去推進這件事情，讓詐騙盡可能的消失。雖然詐騙不會完全消失，但讓詐騙盡可能的減少。一個月真的是他媽燒到我都快瘋了，你们不覺得很奇怪嗎？Bump你怎麼越拍越少啊？是不是賺麻了？幹你雞掰嘞！我就是為了支撐這協會，我要一直去搞一堆案子，繼續賺錢，每個月搞一堆案子賺。他應該線下接了一些案子在做啦。我不繼續賺錢，這協會就停了。這就是反詐協會現在的情況。民進黨打點錢過來了，人擠掰了。講到這裡啊，前12分鐘45秒都還很 OK。什麼叫很 OK？ 他都是在講他整個反詐的過程。老實講，這個對於反詐沒有什麼興趣，對於詐騙沒有什麼興趣的，大概率啦，就是興趣不大。但接下來精彩就開始了，他的感嘆引爆了今天的重點，就是因為他講這句話，我覺得他是因為做得很累，因為他4、5、6、7、8、9、10、11、12 9個月，1月10個月。10個月燒掉了至少400萬。他剛才有講了嘛，他那首片越拍越少，因為現在 YouTube 不賺錢。現在 YouTube 你拍20萬流量片能賺多少錢？了不起1、2萬。還一個月要燒40萬、50萬。去接案真的會比較好，但是接案很累，他得不斷的就是寫新的文案啊，做新的這些內容的這個編排，很累啊。所以他就有一點不爽。那為什麼不爽呢？就是剛才看到這個有沒有？對呢，你看現在。大內宣告訴你，你看我們反詐做得真好哦，有沒有？然後呢，賴清德親自跑去警政署。我認真這件事情已經不用講，全台灣都知道了，媽不知道的人眼瞎了，不知道他媽智障，你知道嗎？我想說今天就是聊天嘛，跟大家表達一些我心裡的想法，對，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下真實的情況是這樣。所以剛才真的是一時氣血上湧，真的很不爽。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政府每年投入打詐的金額是幾億的這樣在燒的，但是打詐的具體成效其實真的是相當有限啊。尤其前幾年呢，打詐那簡直就盧打假打根本沒在打。那因為他覺得民進黨呢，到底有沒有在做反詐騙？反詐騙，因為3年前他就去柬埔寨救過人嘛。可是問題就是，直到大陸把柬埔寨、把泰國、把緬甸這一些詐騙園區給端了之後，才真正意義上這裡的被詐騙人口才減少很多。你任何人你被騙了，你可以趕快來我們的官方來諮詢，我們趕快幫你生成金流報告，你怎麼樣去處理這些東西？我們怎麼樣子真的把被騙到國外的錢，犯人沒有抓到的情況下，直接凍結那筆錢，然後拉回台灣法院，最後還給受害者。我們開放了這一條路出來。這就是金流師就是說追蹤金流、生成金流報告，然後去跟有關單位申請凍結金流，最終把錢給追回來。否則金流一旦消失了，你的錢就永遠拿不回來了。那大家可以去推進嘛，不管是修法也好，還是說我們偵查的制度、你的體制要怎麼去調整，這就是我們協會在做的事情。只是說我們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因為我也會擔心說，我在影片拍出來，那些犯罪組織知道就是我在推荐這些東西，會不會下一個時代國道上，其實就是我。剛才講的是那個之前有個金流師，一個女金流師。凌晨國道1號新竹路段發生了6車連環撞的嚴重事故，其中傷重不治的女乘客，她是虛擬貨幣交易所的金融犯罪首席調查師。但是追金流的部分呢，現在就不是我在做，除了我們訓練了200個追金流調查員，其實還有隱藏在協會背後有追金流的6人眾，是完全不會被曝光出來的。現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們反詐騙協會最重要的。他就很鬧，他就喜歡拍一些痞痞的樣子，這是年輕人喜歡的風格啦。但是因為他做的是一件很正經的事情，所以就很有反差。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他在做反詐的時候流量很大。來看一下他怎麼做。最核心的追金流6人眾，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呢，所以我決定今天就只拍他們的下半身。那如果不要殺我，不要打死我，拜託了。他這裡是意思是說，他透過這種大規模培訓，然後也可以增加很多追金流的志工，讓這些人呢，有能力的人來協助大家來追金流，因為追金流很重要。追金流是凍結受害者讓受害者不會進一步呢加大他的受創的傷口，因為很簡單，受害者最擔心什麼？錢因為拿不回來了。那你當然你做這些反詐就是動到有些人的利益蛋糕嘛，而且詐騙這是一本萬利。你知道做生意有成本做詐騙沒成本，唯一的成本是什麼？可能就是那一些詐騙過程當中的時間成本，還有人力成本。但是你也知道，詐騙集團它不止還會用人力成本，它不只會用一般人去詐騙，就是一般的車手，它還會去抓一些豬仔來幫他詐騙，有沒有？那些園區是幹嘛的？就是去騙了很多年輕人，然後去了這一些深山老林裡面的園區民進黨好不好？你打國家隊預算那麼多，我們真的可以做的比好多。一直在嗆民進黨，而且後面講的越講越血，我覺得他是越講越氣，他根本也沒在操作什麼，他就是因為我相信 Bump 長期以來做這件事情壓力真的是很大啊！你想他搞了10個月、11個月了，浪費那些錢，在你那邊是1億的價值，在我這邊可能是10億的價值，都沒有屁用。
全台一天招詐 5.6 億，歷年詐騙係數攏是假啊，真的是很誇張哈。被質詢啊，修正啊，其實有天意，那執政的就是白痴，讀書白讀的廢物。那光12月，我們阻擋的台幣是3200多萬，阻擋的美金呢，大概43萬美金，還有一些是以太幣，20顆大概就是200萬。所以民進黨這些東西都可以給你看，儘管打進來，我們不會去做這些欺騙民眾的事。別鬧了，你們做不到的，我來做吧，好不好？他直接跟民進黨對嗆難怪今天清了倆公啊。在打仗上我比你們強，在救人上我比你們強啦。然後你們那些救人的管道還不是我建立的？那要不用我前面開這頭，要不用我他媽請 BBC 報這些東西，那對啊，你們有這些結論，你們還可以說就對啊，白痴啊！那不是我在前面弄，甚至有些各國的一些調查單位，他們都願意來支援這些事情。但我們如果不夠強的話，人家還是沒辦法跟我們合作。我覺得他真的蠻生氣的，因為他真的燒了非常多的錢在做這些事情啊，他真的燒非常，而且他真的很認真在做。是應該要打1億進來，我覺得你騙我。之前嘛，防到國家機器這麼多教授，怎麼？而且你跟你講這句話，那他說我覺得你欠我的，完了。騙我的，你結果打進这協會來，我好好把反那邊做了。你欠我的，你他媽民黨欠我的，管不了去死啦！你躺在那位置幹嘛？不適合坐在那位置上，你就去死一死啊！記得就是我在成立反詐騙協會的時候，讓我們開戶，後來透過關係去問，跟我講什麼你知道嗎？我講政黨沒有人替之前不讓我們開啊，幹你娘嘞！他小啦。他說你想打1億進來，我就閉嘴，我去做我的事情。你愛怎麼玩怎麼玩，隨便你。如果 Bump 可以威脅民進黨，那誰都可以威脅。沒錯，權力邏輯這樣知道嗎？就像我們在看太平年一樣，今天不是這件事對或錯，今天是權力邏輯原則。OK， 好不好？不要去搞分裂，反正我也不回應，我就講我想講的。你要限流我，你要把我這個騙18禁，我也不 care。那我最後怎麼成立？真的是謝謝永豐銀行。各位，我跟你們講，永豐銀行是真的想反詐騙嘛？那一大早還要做體能訓練，因為我不知道說民進黨找人拿誰社會來開槍到打死。民進黨是真的有可能會幹這種事，對不對？誰幹過確定不會？現在誰幹過確定不會？認為一定不會，你發誓，民進黨絕對不可能做這種事情，他不會破壞民眾，不會怎麼樣，不會任何對付你。民進黨絕對不可能。如果民進黨做了的話，我全家他媽死光光。你敢發誓？那你慢慢發好不好？你全家關了咯。那因為呢，Bump這麼嗆，有沒有？民進黨就是應該要打1億進來，好，就是因為那麼嗆呢。來，第一個，馬上最近看到 Bump又在提銀行開戶被拒絕的事情，甚至帶風向說是民進黨在擋。身為理性中立的觀察者，有些他沒說的是和查不到的證據，我們必須攤開來整理一下。關於民進黨伸手證據在哪裡？零證據，目前沒有任何公文、錄音、內部爆料佐證，證明政府下令銀行封殺他。政治解讀，把銀行端的行政規範直接連接到政治打壓，更像是在收割柬埔寨事件之後的政治情緒。事實上，銀行開戶是各銀行獨立風控，政府沒空要管誰開戶，但政府可以下原則性指導棋，而且政府確實是有能力可以說哪些人他們有標注重點關注對象。你不要以為不可能哦，因為我們在業界幹過，我們很清楚這件事，你知道嗎？他沒提的銀行拒絕理由其實超合理，銀行不是看你帥不帥，而是看你洗錢的風險高不高。然後說Bump剛才踩中紅線資金往來複雜，頻繁接觸虛擬貨幣、大額海外轉賬，甚至經手募捐資金，在銀行的 AML 洗錢機制的系統眼裡，這是最高級別的紅燈警示。他的背景審查 KYC 他曾公開承認附近就有幫派的背景。根據防治洗錢法，銀行對高風險關係人有嚴格審查的義務。為了幾萬元的存款開戶，冒着被金管會罰千萬的風險，銀行當然是婉拒啦。那到底是救人還是演戲？法院認證，2023年法院判決顯示，他救出的部分對象在出國前就知道是去從事詐騙。對啊，那其他的呢？真的被騙去的呢？還有那些知道去從事詐騙，但是不知道這麼惡劣的呢？對不對？所以這是什麼？就是借着中立在黑 Bump。青鳥已經進化到這種程度，有沒有看到？他是借着中立在黑 Bump。當時對外交部的許多指控，後續都被爆出來有照着劇本演出的嫌疑。好，什麼嫌疑？什麼嫌疑？說嘛，爛鳥，說清楚一點，沒有關係啊。那這讓他所謂的政府黨我救人的說法大打折扣。他現在在說 Bump 當年救人都是演的，開場就說自己中立。來。結論 ，Bump 遇到行政阻礙是真的，但把自己背景跟職業生涯的風控問題包裝成被政黨政治迫害，這就是標準的資訊落差帶風向。少在那邊說這些543的永遠找一個政治正確理由弄你，不是剛好而已嘛？銀行不讓你開，不是因為你的金流太像洗錢，不是因為你的證件，就你知道嗎？一個理性中立觀察者只追蹤民進黨，沒半個國民黨。哇，真是讚！全新第一理性中立，還得是你這種傻男，你自己看，這位仁兄他的追蹤當中呢，民進黨桃園市黨部、民進黨台南市黨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民進黨青年部，
我嚴重懷疑這一位啊，就在民進黨上班吶、啊。媽的，要演也演真一點好不好？也演像一點好不好？青鳥這不整天在詐騙，騙自己就算了，還想騙大家，這個完全是隻鳥啊！這追蹤民進黨也就算了，對不對？有時候為了看看民進黨發什麼消息，追蹤黨團就算了，誰會去追蹤民進黨桃園市黨部？如果不夠綠的話，會去追蹤民進黨青年部嗎？演久了連自己都騙了，自己好中立哦！我絕對中立啊，我絕對有追蹤國民黨啊，就一個都沒追蹤。繼續反酸 Bump， 要從重兵布防、滴水不漏的陣地中帶走一個人，還能毫髮無傷。世界上只有美軍跟 Bump 做得到。然而，美軍還需要150架先進戰機的聯合機隊 EA-18G。Growler 就是咆哮者戰機啊，就是電戰戰機。F-22、F-35三角洲部隊 ，Bump 完全不需要。台灣的國防只要把 Bump 放在第一線，根本固若金丹，買三小軍購。這是幹嘛？在酸 Bump 當年從柬埔寨把人帶回來，歐式劇本開始嘍。什麼時候開始寫的？晚上7點半，中央廚房出菜了。國防靠 Bump， 外交靠立委，台灣真的棒。這裡的鳥濃度會不會太高了一點？亂講什麼放第一線，大才想直接請他深入中國，把習大大帶回來就好。台灣英雄就這一刻就誕生了。之前一支早安小雞深入敵營但被關了，那把 Bump 交給中共，是不是表示我們放棄挑釁中國了呢？ Bump 在救人，那邊在傻傻在公三小啊！我跟你講還不打緊哦，有人就貼了 Bump， 民進黨應該打議員進來啦。開始嘍，自導自演好棒棒哦！翻白眼，翻白眼，翻白眼，翻白眼！天哪！有沒有？然後有人就調出來說，花1個億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吧？你看到前瞻8800億，疫苗8000億，消失的軍購6500億，到現在還沒交付，台灣的錢就被這樣花光光了。少子化辦公室唯一成功的是什麼？就是成功的少子化。Bump 叫民進黨給他協會1億元，因為是國家欠他的。來了，當然要開始了。不一定是草，但你知道的什麼意思？他一說 Bump 是草嘛？大家還記得網紅好棒棒嗎？當年就是他爆出柬埔寨詐騙園區，有台灣人被騙去當豬仔的事，導致相關的事件在台灣接二連三的爆開，許多民眾都恐慌到了極點，也因此怪罪到政府反詐不力，可以說是導致民進黨20229合1大敗的導火線之一。而如今2026年底又要投票了，Bump昨天卻發了一部影片，直接點名民進黨，也太巧了吧！簡單的智力測驗，你們相信一個拍影片的網紅比較懂詐反詐，還是相信一個國家的政府？哇，是不是？結果馬上被打臉。你看1.1萬讚哦，好巧哦 ，Bump 先生，怎麼每次要投票就有你呀？我講個直白，如果不是要投票的話，民進黨會正視這個問題嗎？如果不是今年要投票的話，民進黨會正視詐騙的問題嗎？這局我投網紅，不然你說民進黨打仗成效如何啊？至少他說出來有做到嘛。民進黨除了窒礙難行還能幹嘛？在 Bump 帶出第一個受害者之前，民進黨政府有做出任何的人嗎？等到人家把人的救人的 SOP 跟管道分享給政府一起救人再來收割，現在又要來過河拆橋，真你們這些側翼跟青鳥到底惡不惡心啊？自己不打詐，支持者卻出來嘲笑被騙的人。速發部沒有成立之前，台灣的被詐金額還沒有那麼多，速發部成立之後，預算越編越高，但是台灣被詐金額也在暴增。台灣人為什麼那麼被詐騙那麼多？因為我們的政府根本不處理，一直成立打詐中心，一直編預算，追加預算，其實政府就是最大的詐騙集團。8月跟9月的時候，台灣人民一天平均被詐騙多少？3到4億。我們才2300萬人。這種詐騙的件數跟金額好像那個噴射機，它不是什麼一步一步慢慢在往上走，像噴射機這樣整個衝上去，那政府完全束手無策嗎？只要出面就可以打，不出面。所以一部金三角新特區8萬多名電詐人員，剩下不到1萬多名，全部都台灣版。為什麼？因為只有你台灣不抓放人了。所以我實話實說，各位媒體朋友，你們救的人遠遠比台灣多。為什麼？因為上報以後才會丟到我這邊來說很急，然後我們把它出。今天這件事在 PTT 也討論的非常非常的大哦。有沒有看到？北選熱身中，高智商藍白全部信了。早就說過詐騙政黨的3大金主，詐騙黑道，不爛的把銀行員會這麼直白，頭上踩到民進黨嘍。你說的是自導自演的詐騙小網紅嗎？被民進黨打壓只能募款，很適合加入民眾黨。哇，全部在黑他小網紅太出風頭了，會搶了政府的光環哦。這個一定是在幫他酸的。所以我就說啊，你看哦，青鳥瘋狂出征啊，范琪斐、李千大、賈永婕、Bump， 下一個會是誰？然後那個 Russ 跑來跟我說，下一個是第10個，笑死。
下個是誰？等黨發號施令，黨要誰死，青鳥全力以赴。所以啊，今天啊，這個 Bump 呢，就是因為啊，他又跳出來質疑了誰？跳出來質疑了政府，跳出來質疑政府是要殺頭的啊！大家知道嗎？質疑朝廷、質疑聖上是要殺頭的啊！